因为担心乌克兰的反攻，已经有大批的平民逃离克里米亚，局面还是很严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句话里面说的是乌克兰军队看来真的要反攻哈尔松吗？乌克兰政府一直在表示自己要反攻哈尔松，反攻克里米亚。前几个月呢，大家还可以把这话当笑话听，但是从最近2周的情况看呢，泽连斯基政府似乎要真的动手了。在黑海舰队航空兵的萨基军事基地遭到袭击之后，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弹药库又发生爆炸，破坏了当地的铁路和一个变电站。这个位置叫阿祖夫斯基村，距离哈尔松大概是48公里，是俄罗斯军队的重要的铁路枢纽。俄罗斯方面呢还没有公布细节，但是看来损失不小，因为事发地点周围5公里范围都被封锁。俄军呢还搜散了2000多居民，派去了救护车和警察。有当地人在推特上发布了照片，显示俄军存放的炮弹被炸得到处都是，有的还散落到公路上。在此之前，乌军还经常用海马斯火箭炮袭击俄军的目标。这个村呢，在海马斯射程之外，本来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俄军说爆炸是秘密破坏行动导致的。远在大洋对岸的《纽约时报》却说这是乌克兰精锐部队干的。每个报纸怎么对万里之外的事情这么清楚呢？《纽约时报》表示这是一位了解情况的乌克兰高级军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特种部队的行动应该是充分保密的，有些行动哪怕等到战争结束了也不会公开。如今双方激战正酣乌克兰军官居然就敢向媒体公开特种作战细节，很显然这是有用意的。乌克兰战场上的局面呢，现在可以用僵持来形容。在南线，俄罗斯的军队占领哈尔松之后就停滞不前了，但是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继续用大炮开路，虽然进展缓慢，但乌克兰军队还是挡不住。俄军在哈尔科夫市以北、斯洛维扬斯克西北部、西维尔斯克以东发动了多次的攻势。乌军呢，每天都要挨好几万发炮弹。那么乌克兰必须寻找一个破局的方向，否则不好继续向北约要援助哈尔松方向就是个比较好的选择。2014年乌克兰政变之后呢，哈尔松州没有闹独立，继续接受基辅当局的管辖，民众基础是有利于乌克兰的。俄军在这个地方兵力不足，后勤线路很脆弱。根据英国政府的评估，乌克兰已经用海马斯反复袭击了哈尔松东部的安东尼夫斯基公路桥以及上游的铁路桥，位于哈尔松南部的新卡霍夫卡大坝也遭到了袭击。虽然大坝本身没有被摧毁，但是公路桥已经无法使用，这就让哈尔松一线的俄军只能依靠临时搭建的浮桥或者是摆渡来获得后勤给养。就算战场条件有利吧，让乌军自己组织反攻哈尔松也不成。今年4月的时候，乌克兰军队已经试过一次，一度打到哈尔松城下，结果呢被俄军击退。因此乌军必须得到北约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才有可能发起真正的反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乌军才会组织在克里米亚的特种作战行动，袭击黑海舰队司令部，攻击萨基机场，炸毁俄军的弹药库等等，并且通过美国的报纸公开宣传，渲染乌克兰已经开始纵深反击的这么一种氛围。乌克兰作为拿了钱的一方，总要给出资人展示阶段性的成果吧。相信不久，拜登政府就要继续向国会提出特别的预算，支持乌克兰在南线打反击了。但是这也反映出俄军在南线的清剿和防渗透的工作相当不利。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双方互相派特种兵小分队渗透这是常见的战术，所以后方的警戒防护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弹药库、机场、指挥所这些要害部门、要害的位置，更是要严加防范。无人机加入战场以后，需要俄军进一步的提高警惕，但是很显然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8月中旬乌克兰发布了一份视频一架小型无人机甚至从正上方投掷6弹，直接攻击了俄军的反无人机预警雷达，这简直就是俄军的耻辱至于铁路货场，俄军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严密的防守，被特种兵渗透进来安放了炸药，损失惨重。因为担心乌克兰的反攻，已经有大批的平民逃离克里米亚，局面还是很严峻的。要是俄军被迫放弃哈尔松向河东撤退，
这将给俄罗斯以及俄军的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好，这期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里。